反派是大多剧中都必须有的角色，但是有些反派呢，可以称得上是可爱又迷人，但是有的反派就是人人喊打，被很多人不齿了。在这些反派当中，《甄嬛传》里的浣碧更是观众们讨厌的重点人物。我们来看看她为什么这么让人讨厌。Hello， 宝宝们，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来说《甄嬛传》当中的浣碧。浣碧可以算是《甄嬛传》里最让人讨厌的人物。即使像皇后、像安陵容这么恶毒，大家呢在看她的整个过程里，还是会觉得心有唏嘘。因为她这种人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性格，那是有外力原因的，他们也是可怜人。可这个浣碧自始至终就让人觉得很讨厌。为什么会让大家都讨厌她呢？我们分析了一下，其实主要的原因在于浣碧这个人物，她的情商实在太低了。情商和智商一样，对于我们一个人的一生的生活至关重要，尤其是这个情商，它关系到了你待人接物的方式，同样会影响到别人对你的看法和想法。浣碧就是一个情商智商特别低的人。浣碧呢，她的一辈子总想往上爬，总想跟自己身边的人攀比，所以为了这样一个目标呢，她也一直在想方设法找机会。可是这个机会我们不反对，每个人想出头想上位这很正常，但方法你要考虑好。那么浣碧进了宫之后，她的上位机会就是皇帝。她看到身边的人，尤其像安陵容这种姿色，家世跟她相比那是有点差距的。但人都能上位，她岂能平衡？但实际上她是私生女。安陵容人好歹是正经的大家闺秀，可是浣碧心里不这么想，她认为甄嬛是我姐，我是二小姐，我还长得比你漂亮，你能上我也能上，所以她老想勾引这个皇帝。那么有一次甄嬛和皇帝在屋里说悄悄话，正常我们讲人家两口子在一起，我们作为第三方，无论是朋友还是小姨子，你都不要去参与，这个是典型的电灯泡行为，很容易让人反感。你看人刘珠，一看皇帝来了，马上人就躲出去了，可是浣碧一看机会来了，不但不躲，还借由此进了屋，还要给皇上和甄嬛上点眼药所以你看那个甄嬛马上就不高兴了。那我们再退一步来讲，你哪怕有这个想法，那你也得避开你姐当着甄嬛面勾搭人家老公，这个事儿你办得不地道。咱先不说能不能成，反正甄嬛对你肯定是起了戒心，而这是其一。那第二个体现在她情商低的地方，就是她出卖甄嬛。这个华妃让人略施小计，就让她背叛了甄嬛，不单拿木薯粉陷害她姐，还做伪证，通风报信，让这个华妃去抓现行。结果最后呢，自己也扔进去了。那我们说华妃和曹贵人为什么选她为什么不选崔槿汐怎么不选刘珠就选她呢？因为说明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她的情商低，没什么大格局。只要你长脑袋好好想一想这个事儿能不能办，无论办成还是办不成，对你都没好处。办不成，甄嬛对你起了戒心，以后你在这发展就不好发展了，上位的事情就想都不要想了。办成了也是问题，为啥？因为别人把甄嬛除掉之后，下一个除掉的就是你。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难道你不懂吗？他们会对你手下留情吗？当然不会。所以这是浣碧没有大局观，情商很低的表现。这第三个就是他对果郡王的情感，咱也不知道为什么浣碧对他这些姐夫们感兴趣。皇帝没扒拉上，又看上果郡王了。这个叶澜依有一次挟持甄嬛，拿刀架在脖子上威胁她，你看那个浣碧一点都不紧张。结果呢，这叶澜依说到果郡王浣碧炸了面了，大声的斥责，也不管这个甄嬛的安全了。连张兰英都看出来了，说怎么方才你家小主说我害他之时，你不曾激怒？说起王爷，你便如此情急？你看这种情商，咱们说了，如果不是在甄嬛的羽翼之下浣碧她都活不过那个夏冬春。人家夏冬春最起码还有家里边的庇护，而浣碧呢，除了一个浆糊脑袋，啥也没用。那么这么低的情商，咱们说，如果你要想改，也是能改的。所以你看，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是毛头小子、黄毛丫头，可是经过10年、20年社会历练之后，人到中年，你看他成熟起来也很好。这就是一个人学习的能力，而浣碧又恰恰缺乏这种学习和懂事的能力。你看他在甄嬛身边这么多年，从小长到大，甄嬛是知书达理、能言善辩，又会唱又会跳，尤其对这个诗词歌赋了解很多。可是我们看
从浣碧身上啥也没体现出来。每天你陪着甄嬛学，到最后自己比个文盲强多少？这个刘珠还有点特长，哎，人家做饭好。可是我们从全剧来看，浣碧有什么特长吗？除了舌头长，就剩头发长。人家安陵容可以自己练唱歌，练吉他的，一步一步的从一个特别不受待见的小宫嫔，一直升到妃位，这就是学习的力量。可是浣碧在自己身上，这个学习的能力根本没有任何的体现。所以说起点不高，学习能力又差，导致了他自己这一辈子临死之前办的事儿情商也不高。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讨厌浣碧的原因。就是这个人呢，一接触之后发现待人接物实在太差劲了，时间长了人人都烦。甄嬛是没办法，自己的妹妹从小长到大，就像我们身边一些亲戚有血缘关系，但是呢，你对她又不满意，可是又不能抛开，只能这么左手拉着右手，拖着一步一步让她走了。问题就在于啊，有的时候你拖还拖不动，这换谁谁不烦啊，换谁谁不讨厌呢？所以啊，浣碧就这样成为了剧中最受讨厌的人物。好了，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咱们下期再见哦。